好，美军在伊朗战损42架军机，而且最严重的是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哦，哇，这个无人机常常去斩首人家的，而且我们买4架，台湾买4架，但那个价钱好像有问题啊。我看他怎么讲哈，他说这个死神无人机不得了，很贵，无人机24架损失10亿美元，就损失10亿美元。那一架多少呢？一架4000万吧，40、16、48、9，4000万美元嘛，10架4亿美元，24架10亿美元嘛，对不对？4000万美元合台币多少钱？12亿吧，是不是？12亿台币嘛。我们买了多少钱？我告诉各位，我刚刚去查，我们台湾买了 MQ 死神无人机4架，合约金额169亿9千万新台币，哦，然后呢？这个169亿9千万，那4架一架要40几亿耶，他一架只有12亿耶，我们一架等于人家的3架的价钱呢，所以我们到底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买这个飞机？我觉得这个要去查一下，这边讲得很清楚嘛，他们的分析在这个地方嘛，哦，说哇，他的24架死神无人机就是10亿美元嘛，所以我看这些，我看到死神突然眼睛一亮，说咦，我们也有啊，哦，那赶快比价钱，好吧？这个美国老沈刚刚讲就这个叫做翻译了哈，他们有人翻成高雄，有人翻成什么曹雄哦，老沈说是越南裔的啦，越南哦，第二代5岁的时候跟他妈妈从越南逃到美国去了，哦，那时候好惨，西贡沦陷的时候逃难的，你还记得那个场景吗？对，最后一批美国飞机直升机要从美国大使馆把剩下的美国人送走的时候，越南多少女性，很多年轻漂亮的少女。扒着美国的大兵，说你只要带我走，我干什么都可以。然后最后直升机起来的时候，很多越南人抓着那个直升机那个脚架，有没有？脚上飞上脚，从上一个一个像下饺子掉下来，好惨那个时候。好吧，那这个海军部长他是代理，他是次长代理。国会议员问他说：“你们140亿美元要不要什么时候批准啊？”他说：“暂停，美国暂停啊。那问他说：“那什么时候能够继续呢？到底是谁决定呢？”他说取决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跟国务卿卢比奥，他们决定，其实哪是他们决定？当然是川普决定嘛。国防部长怎么能决定呢？哦，记得到大陆的时候，人家问国防部长，问那个国务卿说啊，这个谁决定？他们说都是总统决定，他决定就决定了，谁也不敢听他决定。总统府说我们并没有调整消息，哦，立法院不要节外生枝，哦，这哪是我们节外生枝的？你怎么丢到立法院去？哦，民进党党团也说，外界不要操作以美论，美国会卖给我们的，放心好了，对川普要有信心。卢秀燕说，顾立雄应该赶快透过管道联络美国国防部，到底这个140亿卖给我们还是不卖给我们？我们看一下。You've been but we've encouraged Taiwan to buy arms from us, and all of a sudden there's a pause. What are you hearing from the Taiwanese about the pause? Chairman, I have not heard. I have not spoken to the Taiwanese. However, we have done some foreign military sales to them. It's just right now we're doing a pause in order to make sure we have the munitions we need for Epic Fury, which we have plenty. But we're just making sure we have everything. But then the foreign military sales will continue when the administration deems necessary, sir. Put it another way. Do you expect the sale to be approved at some point? Senator, that would be up to the Secretary of War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ir. 会，我觉得这通电话到底川普要不要打先不管川普打不打，我看到的是民进党从上到下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不断的在讲说，哇塞，这通电话要是打上了，那真的是历史性的突破那我就在想说，那如果是川普他没有要按暂停键，持续他就是要把这个军购就把它签了，他何必要打这通电话呢？结果过个2天，刚刚我们这个新闻画面播出来的，刚刚大佬前一趴其实就有讲的，他美国的海军的代理部长曹雄
我觉得他这个讲法其实就整个就破解。这两天大家不断在讨论说，到底川普要不要打电话给赖清德啊？很简单，他就告诉你说，因为美伊战争，这个消耗也非常多，所以我们要再盘一盘库存，看看能不能，所以呢要先暂停。那我想这个暂停。这个键一按下去是要按到什么时候？要等到下一次川习会吗？还在这中间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当然我们要继续观察下去了哈。但是讲起来，这个军购从民进党政府应该说从赖清德在美国刊登了一个1.25兆之后，回来国内讨论来讨论去，然后呢，我看到的是民进党政府呢就不断的都推给蓝白嘛，一下说我们蓝白党军购，一下要说我们蓝白3预算。好，那现在来了，如果美国不卖给你，他按下这个 POS 键，你不断在做这个大内宣，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美国政府？这才是我们要看的啊。我们前一趴在讲。这有关偷走晶片这件事情，这是很大的侮辱。我想这2天在这个少康战情室也讨论很多，刚刚几位来宾也都有讲到，这个有关台湾台积电的相关的发展，是政府过去不断的一个投资，对我们工程师的相关的一个培养，才有机会在全球的分工里面，我们非常。耐劳、吃苦耐劳的走到今天这样，为什么前头一下苏姿丰要来，接下来黄仁勋要来，27号可能要来开幕我们的那个辉达在台北的这个总部，为什么他们接续都要来呢？因为台湾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有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嘛，所以呢，当美国不断的去限制他们自己的企业到中国去的时候，我们台湾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美国的指控的时候，被按下 POS 键的时候，我们想看到的是你赖清德政府的态度。我刚才在第1节的时候有讲到，那个电话不会打了，因为川普已经决定了，而且他决定完以后怎么公布都已经实践了。他叫一个海军的代理部长公布了，这个位阶不是很高啊，而且这是一个作战的代理部长，而且呢，他说，人家问他说，那什么时候恢复呢？现在是暂停军售，什么时候？他说这个由 Rubio 还有战争部长决定。你乱讲，那2个家伙也不能决定，是川普决定的。那如果有可能完全恢复或部分恢复，什么时候呢？一定是在其中选举的投票之后。为什么？现在川普是被习近平握住了，你知道吗？就是说，我昨天早上做了这个表哈，现在是这个表其实很简单，但是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我简单讲一句，就是川普的意思就是说，你买多一点我的大豆、牛肉，就是你买越多，我这个军售就可以卖给台湾越少。那他说这完全看中国，那中国就说那完全看你，因2个都互相顶掉了，你知不知啊？结果呢，谁比较开始让步？就是因为连打电话老共都反弹，所以呢，川普让步了。这个明显是川普让，因为川普不让步，其中选举怎么办？你9月要来美国访问我，不是要来帮我助选吗？你来不来啊？所以川普晓得说这市民不好，这对我不利啊，所以我就让步了啊。他让步很简单啦，就暂缓卖啊。谁发布呢？海军代理部长，海军代理部长发布这个东西，他有多看你不起啊？然后呢，就是讲蒋是要去恢复啊。那2个去决定，那2个不能决定啊，是川普决定的。所以呢，现在我很压抑的，就是民进党政府，就是这个事情对咱不败哦。你看，我是讲是各取所需的3赢交易。为什么我们对台湾不错？你知道吗？我是认为省钱是好事，而且不妨碍国安，因为2边都不想打仗嘛。如果是我们不要打仗，如果是我们去求的。尤其是跪求的，那就不好了，那就是出卖灵魂的浮士德嘛，对不对？但是呢，是刚好老美不想打，老中也不想打，我讲可以拜天公，也没有不可能求来这么样的好机会，我们应该顺势而为，朝野化解无谓的争吵，赶快把台湾建设成东方的瑞士，海上的乐园，南入进步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
吞都吞没了，给到哪好啊？我们越落后，你看光是葛林兰，老美都吞不下去了，对不对？老美吞不下葛林兰，你认为老共可以吞得下台湾啊？那尤其是如果我们更进步，它更不容易吞。哦，所以这个局势，民进党看不出来，因为民进党跟他一向的论述，跟他一向的全面反中，跟这个是全面翻盘标准的标准，所以他现在怎么办？他现在来讲，这不一定真的啊。这个部长，这代理部长可能是在讲假呀，啊，个咧等啊，就是讲他们认为这是坏事，但是已经听到棺材已经从棺材店运出去了，但是还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不见棺材不掉泪啊！所以我跟吴正讲哦，你起码你作为发言人，你不得不这样讲。我说你要准备3天5天，下个礼拜以后，如果民进党政府高层改变论点的。你干嘛好些当家改变论点呢？你且真艰苦呢。你发现民进党改变了就改变了，这有什么？他怎么讲呢？民进党政策不是他做的，他就是发言人而已。他就说我老板改变了。你知道当然知道，我们党的政策改变就改变了。所以你还是提早去做图瓦鲁的大使，什么都要图瓦鲁啊！我在讲哦，我常常讲说，我们看一件事情要看得远。立法院当时在讨论那个特别预算的时候，知不知道川普要去大陆？知道了嘛？川普要去大陆不是今天才去的嘛？立法在最近在讨论这几个礼拜，已经知道川普要去了。那知不知道习近平会反对川普卖武器给台湾？也知道嘛？那知不知道川普有可能会接受？因为要期中选举，也知道嘛？所以为什么在审查立法院这笔国防预算说，民进党原来提1兆2500亿，我说把那个在台湾制造的拿出来编成年度预算，不是不给哦。无人机什么还是可以给编在年度预算，立委好好审查，剩下的8100亿给他通过，但是只准动资3500亿的111亿美金的第一批发价书，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到今天结果是这样了嘛？好，你现在给他了，对不对？第一批、第二批都包含在里面了，对不对？然后他现在说好，只有第一批111亿预算，第二批140亿，再说责任是谁？责任是川普啊，是川普啊。如果当时你就把它删掉了。我只给你第一批，第二批不给，那现在责任在谁？责任在你，在野党啊，也不在民进党哦，在国民党，在跟民众党哦，对不对？你好，那被骂死了。告诉你，不要顾台湾的国防，一大堆什么话都有，对不对？现在责任责任不在我啊，是你在川普啊，是你川普这个屈服了，这责任不是我啊。所以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搞到被人家戴帽子，被人家骂，然后呢自己还傻傻的还不知道？就是道理就在这里，要看得远，搞政治要看得远。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老美到底卖不卖这140亿美金的军火了哈？王定引了那个美国那个曹雄的讲话，说他没有决定权。他是讲了，说我是国防部长啊，他敢讲啊？这已经有人决定了，要不然他怎么敢讲？当然嘛，他当然没有决定权。至少现在是不卖嘛，但将来卖不卖，当然老板决定。我不要讲了，让老板决定。他讲老板都决定不了，是川普决定的。不过他不能讲川普了，因为川普跟他还差好几级，他只能讲他的老板啊。那另外呢，陈冠廷。民进党委员说，台湾安全不应该成为国际谈判筹码，那就是啊，那怎么办呢？那就是筹码，你去抗议好了啊。那么另外呢，牛许庭国民党委员呢说，这是国际现实。那但是希望赖总统对川普说，你说话要算话你不能说。这个我听不懂嘞。元之你回去问他。小牛讲这句话我听不懂。说如果你接到电话，你要问他你说话算话，我实在听不懂。要川普讲哪一句话要说话算话？你原来说要过140亿要说话。我听不。好吧，徐小新说。各小牛一熬公开详细。现在反正大家各自解读。徐小新说是因为赖清德说还坚持台独，所以老美一看你要坚持台独，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所以呢就不卖了你要打仗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读了那另外呢，这个林左水也说，不能再沉默，偷台湾的晶片但是不要以美。可是我们不是小偷我们看一下。徐巧芯讲，美方有暂停对台军售吗？
跟川普通话会继续争取军购吗？被问到美方是否暂停对台140亿军售，总统只是微笑一下，没有回答。而这项消息可是从美国海军代理部长口中亲口说出。美国海军对外宣称暂停对台军售的原因是要确保对伊朗的实施怒火行动弹药量充足。总统府说有看到报道，但没接获到任何调整军售的消息。有注意到了相关的讯息，不过目前呢，并没有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毕竟接下来川普还要跟总统赖清德进行通话，是否批准军售仍充满变数。就连民进党立委都认为，美代理海军部长的发言前后矛盾，最好还是由正式管道进行确认。他所提的意见，自己都表达决定权不在他身上，决定权是在卢比欧跟赫格塞斯的身上，所以这个意见我们把它认为是一个变数，是一个隐忧，但不代表最后的 final call。不过在野立委就认为这就是政治考量，一切的源头就是来自总统在520前定义台独。赖清德总统在川普的谈话之后还坚持讲台湾独立，这是 BBC 的标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美国当然对于140亿的军购，它会有所疑虑。川习会后，对台军售已成为中美博弈的关键筹码。廖元志。你就那个王定宇啊，这些民党立委就唾面自干嘛，到现在还在讲说哦没有啊，美国他不能代表美国啦，说那个高雄不能代表美国啊，川普才说了算。那他们为什么在这段时间会这么尴尬呢？因为之前骂在野党骂太凶了，然后就一直讲说是在野党没有通过特别条例，就是在挡国防，就是中共同路人。我们连讨论一下都不行哦，讨论一下就是在挡国防哦。那现在很明显是川普说这个军购是筹码。然后他要看中国怎么做，再决定要不要卖。这个是川普自己讲的话，这不是我发明的。然后这些民进党立委，包括政府都全部噤声，不敢对川普讲说：你要是正常来讲的话，你应该跟川普讲说：你当初都是美国，你要我们把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5%。然后当时，我们也编了一个1.25兆特别预算，而我们一直骂在野党，叫在野党赶快通过，然后一直扣他们帽子。终于，然后现在特别条例通过，你又不卖给我们，我这样赖总统里外不是人啊！你应该跟他表达你的尴尬啊，跟无奈啊，也都没有。然后继续骂在野党，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觉得他到底美国会不会卖我们这个军购了哈？可能不会卖，但是要看他理由是什么。如果说是暂缓不卖，暂缓不卖。如果说是按照那个高雄。讲的说，因为美伊战争的关系，我不知道这个理由是掰得出来的啦。如果是因为美伊关系调度不过来不卖，那就还好。但如果是川普之前所讲的说，因为这个军购是筹码，那筹码的意思就是现在中国大陆要去跟美国买农产品了嘛，一年170亿美金买3年嘛。那如果是因为这样子就不卖给我们了，那台湾基本上对美国来说就一点都不重要。台湾就只是筹码而已，就不是美国想要保护的对象，只是一个工具。那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就是比较危险的事情，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说都是我觉得都是很不利。但是刚刚大佬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说，那其实也戳破民进党一个谎言啊，就是民进党当初一直说要买军购，是因为中共谋我日渐嘛，所以呢，我们要加强自己的国防实力，而且是跟美国讨论出来的，说一定要买这样子才能保护自己。结果美国说，这110亿不给你也还好啦，那不是代表说我们的政府之前就在骗我们吗？然后就骗我们吗？所以我是觉得政府应该要把话说清楚，不能这样模糊带过啦。来，吴正。这首先，我想是没有徐巧芯委员讲的说因为赖清德总统坚持台独，所以美国不卖了。因为其实民进党现在从2016到现在也经历2任总统嘛，从蔡英文总统到赖清德总统，说实在的，就是很清楚维持现状啊。这个关于台湾前途决议文是我们之前讨论过嘛。那讲个最简单的，其实就是说，你说2026的台湾跟2016的台湾比起来，我们现在更台独了吗？其实也没有啊，其实你看政府一直以来的路线都是这个样子。在这里话，因为我也不同意徐巧芯讲的话。好，没关系，所以我这个讲完了，就是说，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啊。那第二个事情是说，其实刚刚大家讲说，如果啦，假设现在我们谈一个假设性问题，假设美国这第二批对台湾140亿美金的军售真的他美国来宣布取消，假设。那确实这个包含刚刚原子委员提到说，政府要很严正、很密切的来跟美方沟通，我想这都是一定要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状况了，因为按照高雄的讲法，其实他在面对参议员质询的时候，他也说这个事情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跟台湾官方来去做一个
目前就是正式两边的交流。所以我想，当然我们政府，所有外交单位、国外单位现在应该也是很密切在了解现在状况到底怎么样。那假如真的有台湾的军售被暂缓下来，那我们当然是要严正表达立场啊，包含我们的于大雷大使，我们所有的相关单位，因为确实就是这个军售对我们来说是维系台海安全至关重要的嘛。而且刚大家讲也没错啊，是之前包含川普也点名盟邦，说每个盟邦都要自己要强化、要提高国防支出，要拿出资源来自我保卫自己。那之前美国也一直包含 AIT， 包含很多单位都表达说，希望台湾赶快来立法院过这个军售的相关预算。所以当然，如果台湾的利益真的被牺牲，我们当然是要严正的来去交涉。不过第三个事情是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讲说，我认为还要观察，因为我们看到说，其实现在大家会质疑说，会不会虽然川普光是讲了，把台湾的军售拿出来跟习近平讲，这个事情我觉得已经是对台湾来说，我们需要很密切关注，因为这个是过去不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讲到这个区域的局势的话，包含这个美国自己，他们明年的国防总预算是要从1兆美元提升到1.5兆美元，加了5000亿美金。那包含说他们最近在台海的周边跟日本、菲律宾一起进行肩并肩的演训，包含跟美国现在跟印尼新签了区域的一个军事安全合作协议。所以我觉得整体上而言，也看不出来说川普觉得好像跟习近平讲完了，他买我们东西然后这个区域安全威胁就消失了，因为很实质上，包含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区域的军事动态，都还是在强化整个防卫能力，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观察。王慧，我觉得这个刚刚前一趴已经有讨论过了啦，到现在就是说，当然大家都要观察，就是到底美国川普这边是不是会是像这个代理部长这个曹雄讲的这样，就是直接就会暂缓了这一部分的一个军售但是刚刚前面大家的所有分析里面呢，我们其实现在比较想要知道的就是说，当然就是一次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防自主我们不管是我想这是朝野都共同会非常关心的，但是我们比较不希望的是说，在野党对于扮演这种该扮演的角色的时候，又不断的被这个执政党来做相关的一个抹黑了哈，因为接下来的这样子在立法院的相关的一个战场里面，我们还是期待大家可以一致对外哈。那在这个大家还是要持续观察，就是民进党今天吴峥这边相关的一个发言之后在下个礼拜就像刚刚大佬提到的啦哈，就是说如果当美国转弯了之后，我们台湾的自己的自处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个在立法院里面接下来一定还是讨论的重点。不过王慧，我要请教，这个160亿美元的军火，我们暂时拿不到了，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比较危险？不会啊，不会啊。刚刚张大哥我就讲，所以刚刚元之讲到说，他到底真的是缺军火，所以暂时没办法卖我们，还是只是一个借口？我跟你打赌就是个借口，因为美国之前签了多少约？到现在军火都还没给我们嘛，所以他本来就可以先卖，然后慢慢给，甚至不给。可他现在连卖都不敢卖。老沈，为什么这140亿没那么急？他本来就是一个6年的计划嘛，他不是立刻就要买的，他本来就编这个，特别是编6年嘛，对不对？你现在怎么会有武器？他差我们200亿美金的武器都没来呢？我不知道川普会怎么样呢？如果他真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他最近就算做决定，他也不会一口就 yes or no， 不会这样了。他有可能说卖你。有可能是不卖你，也有可能说暂搁置，那搁置以后再说嘛。因为反正9月24号习近平夫妻要去抗议，要去美国嘛。那习近平也可能改变啊，我不去了，我干嘛一定要去呢？那对川普来讲，习近平还是很重要，等于他的其中选举的助选员呐，而且去还要带礼物去啊，对不对？他现在如果都讲死了，还有什么筹码呢？川普不是说这是很好的筹码吗？什么叫筹码？就是我可以跟你讨价还价嘛，我摆在那边，我没有说要卖，我也没有说不卖。暂停，暂时停，再考虑，这可以吧？但是至少我现在没卖，我给你个面子嘛。所以那这样的话，那你到底要怎样呢？你要付什么代价呢？这个我觉得，如果是川普真的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应该是要这样做的。休息一下再回来。